大家做巧克力戚风蛋糕是不是特别容易消泡？今天这个配方把蛋白和蛋黄的用量更加具体化，烤出来蛋糕足足有7厘米高，无论是分层做巧克力蛋糕还是切块吃，都特别的蓬松柔软。选3个中号的鸡蛋，每个大约60克左右，分离蛋白和蛋黄。由于鸡蛋大小都不一样，所以今天我们把蛋白和蛋黄的用量具体化，配方放在视频的最后。把牛奶和植物油混合，也可以用玉米油、色拉油或者可供烘焙使用的橄榄油替代，不断搅拌，直到油水不分离的乳化状态。低筋面粉过筛，分2次筛入，用 Z 字的方法混合，搅拌的时候不能太用力。就是这样比较厚的状态。分2次加入蛋黄，等蛋黄和面糊混合好之后，再加入下一次。可可粉我通常用这种无糖的，用80多度的热水溶解。这样操作真的会大大减少蛋糕糊消泡的几率。把可可糊和蛋黄糊不断的搅拌混合。现在的蛋黄糊应该是缓缓流下的状态。蛋白里倒入少量的柠檬汁，它除了可以去腥，还可以稳定蛋白霜。没有柠檬汁也可以用塔塔粉或者家里常用的白醋来替代。先把蛋白打发成粗泡的状态，加入1/3的细砂糖。当大气泡开始消失，体积明显的膨胀，再加入1/3的糖，直到出现粗纹。提起搅拌头是这样的大弯钩状，把剩余的糖全部加入，减成低速。这时蛋白霜细腻有光泽，而且出现大量的细纹，整个盆倒立，蛋白霜也不会留下，打发成短小的直立状态。这才是戚风蛋糕所需要的干性发泡状态。预热烤箱至145度，取1/3的蛋白霜放入面糊里，由下至上的翻搅，确保蛋白霜和蛋黄糊搅拌均匀，再倒回剩余的蛋白霜里，记得一定要把它们完美的融合。用刮刀可以把四周和底层的蛋白霜充分的混合。整个搅拌过程如果表面出现很多气泡，蛋糕糊开始变稀，一般有2个原因：蛋白霜和蛋糕糊状态不一致，容易导致消泡，比如蛋白霜太硬，而蛋黄糊太稀。另外也可能是翻拌的手势不对，导致消泡。准备好一个6寸的活底模具，不要用不粘的模具或者电烘焙纸，大约8分满。轻震一下，牙签转圈，去除表面的气泡，放入烤箱的下层或者中下层，145度先烤至45分钟，等大约烤了12分钟，取出，在表面割一个10字，可以让蛋糕按照割开的裂口膨胀，不会开裂得很夸张。然后放回烤箱继续烤，也可以根据自家的烤箱温度稍微调整一下。45分钟之后调至155度，继续烤5到8分钟，让表面干化即可出炉。震去蛋糕中的热气，倒扣放凉，别急着脱模，等1个多小时蛋糕彻底放凉，要不然戚风蛋糕会缩腰。脱模的时候要有耐性，
这样做出来巧克力戚风蛋糕可以达到7厘米高。无论是切片分层做裱花蛋糕，还是切块直接吃，蓬松柔软，巧克力味超级浓郁，但又不会太甜。大家记得做完发照片给我。离开前千万别忘了订阅、点赞和转发，也可以视频下方留言。我们下集再见。